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15号。今天呢，是我诉蚂蚁帮到我家里面骚扰的那个为首的叫王文耿，就是打盲流子的那个王文耿啊，跟他呢第3次开庭，前面2次开庭呢都没有把这个庭呢把它审完，所以说法官呢决定呢延期到今天再次开庭，因为涉及到蚂蚁帮，涉及到郭文贵全球灭贼嘛，所以案情相当复杂，所以审理的时间也比较长。那么关于今天开庭的情况，我呢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说，所以今天节目呢，因为给大家发的比较晚，而这2天发生的大事比较多。我们首先呢是从昨天这个美国全国各州选举人团投票，从这件事说起。那么昨天呢，大家看到美国全国各州50个州，每个州都把自己的选举人团的票呢，都把它投给了今年总统的竞选人。那么有的是投给了拜登，有的是投给了川普。那么其他的没有争议的州呢，都是像过去一样，谁胜出呢，这个票呢就投给了谁。也就是川普和拜登呢，仍然赢得了已经没有争议的那些州里面他们各自的选举人票。那么有7个州是有争议的，这7个州呢，突然昨天加出了一个新墨西哥州。过去呢，我们只是看到有6个州呢有争议。那么现在这7个州有争议的州呢，就是宾夕法尼亚州、佐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内华达州，然后加一个新墨西哥州。这7个州呢，一共有82张选举人票。那么这82张选举人票在昨天呢，都出现了叫1州2投的现象。所谓1州2投呢，就是民主党控制的原来的州长或者是他们所指定的这个选举人团呢，投了票都是投给拜登。那么共和党呢，在这7个州呢，也投了自己的选举人票。这样就显示出这一个州呢有2种投票方式，因为共和党都是控制了这7个州所在的议会。那么按道理来讲的话，在没有争执的情况下，往年都是州长、州务卿指定一个选举人团，由他们来投票就行了。但是今年有争议，毫无疑问来讲，当地的议会就会介入了，也就是当地的立法机关，他们有权指定他们的选举人团，由他们的选举人团代表这个州来投出他们的选举人票。目前来讲，国会就接到了这7个州里面的2套投票系统。那么根据这2套投票系统，那么7个州的选票怎么算呢？这要等到国会在1月6号确认各州的选举人团之后，他们做出决定。目前来讲，应当来讲还是未决。但是媒体就不是这样看了，所有的主流媒体已经全部宣布拜登已经当选了，也就是他们毫不犹豫就把这7个州1州双投的选票，只要投给拜登的选票，把这82张选票全部加到了拜登的头上。那么加上这82张选票呢，现在给拜登呢，就把拜登的选票认定为有302张。那么媒体又全部宣布拜登当选了，这就是拜登获取的选举人票的302票。如果按照这个计算的方法的话，那么川普总统他有232张选举人票，加上这82张，1票双投嘛，给你拜登加也可以给川普加嘛，那么给川普加上以后，川普就变成314张票，比拜登还多个10几张票，那是不是现在也要宣布川普也当选了呢？那么一个国家有没有可能2个总统都当选呢？所以说最终的结果呢，我们要到1月6号，就是美国国会由他来进行裁决，国会是最后的裁决机关。不由任何一个法官决定，也不由任何一级法院，他们能决定今年的总统当选人是谁。总统当选必然是国会裁决。那么国会在做裁决之前，有可能呢，最高法院大法官会介入。他们介入仅仅是根据某一个案子，对那个案子的属性做出一定的裁决，也就是驳回上诉也好，或者是裁定某一个州的选票无效也好，这都是大法官他们有权利做的事。但是最终确定谁当选总统，是由国会来决定的。因此呢，国会呢就会在1月6号对所有各州投选的选举人票呢做出最终的判定。那这个判定现在就已经有疑问了，也就是有7个州1州双投啊，1州双投对这个州里面的选票怎么认定呢？如果要否定掉这个州，就是这个州的选票无效的话，那需要众议院和参议院全部否决，也就是2院必须全部否决的情况下，这个州的选票就无效了。那么现在看来，显然是众议院，因为众议院是南希·佩洛西当议长，是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的多数嘛，也就是说，众议院多半会认定原来州长投给拜登的票，那么众议院多半是这个形式，而参议院呢，多半是会认定共和党议会所投选的给川普的票，也就是参议院不会同意众议院的方案，众议院也不会同意参议院的方案，那么参众2院不统一。那么最终会走向一个什么结果呢？不可能参众2院不统一，那么今年这个总统就不选了那么最终有可能走向州议会选举。那么1州1票议会选举的形式，毫无疑问来讲，川普总统是有把握胜出的。
只是走到这个阶段很难，因为呢，民主党会在里面做干涉，同时呢，共和党呢未必会在参议院在他们讨论时候完全支持给川普总统把这7个州的选票判给川普总统，因为呢，我从昨天多数党的领袖，就是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麦康奈尔他的讲话里面呢，我就听到一些不祥的声音，因为麦康奈尔昨天在国会他有一个讲话里面，他已经祝贺拜登当选了。On January the 20th, the Electoral College has spoken. So today I want to congratulate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The President-elect is no stranger to the Senate. 也就是说，麦康奈尔确确实实他是祝贺拜登当选。也就是说，如果是麦康奈尔他已经祝贺拜登当选的话，那么你认为麦康奈尔在参议院他最终表决所有7州这7个州一票双投的情况下，他还会继续支持共和党吗？还会继续支持川普吗？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认为呢很不乐观，这是我的一个感觉。那会不会是这样？我们还要看最终的结果。同时呢，从昨天，也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从蓬佩奥昨天的一个发言呢，我从这个发言里面也感觉到一些呢不祥之兆。那么蓬佩奥是怎么说呢？蓬佩奥一如既往的是打击中共。蓬佩奥在昨天一个发言里面表示，中共已经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说他能够以为川普内阁服务，作为川普政府的一员工作而感觉到自豪，因为川普政府兑现了对美国人民做出的确保美国人民安全和改善美国国家安全的承诺。也就是蓬佩奥他感谢川普总统，他为美国人民做出的对美国人民兑现了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的这个承诺，同时他作为他是这个内阁的一员，他感觉到一个自豪。我觉得这个话呢有告别的成分，所以我听了以后呢，就感觉到无论是蓬佩奥还是麦康奈尔，是不是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拜登已经当选了，川普总统认为已经出局了，会不会是这样？那么这种情况呢，很多人是不接受的，因为现在美国的宪政制度它是受到严重的挑战的，在这个挑战的过程中，可以讲川普总统他是精疲力竭，因为呢，所有支持他的人，绝大部分人是背叛他的。你看这个司法部长，我在昨天的讲话里面已经指出了，巴尔多次背叛川普，而且在外面重保私囊。对于巴尔这样的人，川普总统应该立即解除他的职务，而且应当把他送上审判台。结果呢，我昨天的节目刚刚发出去，巴尔就辞职了，也就是川普已经同意了巴尔的辞职，并且给了他一个美好的祝愿，祝愿他在圣诞节过好一个假期，也就是到圣诞节前，巴尔呢就解除了他的职务。川普呢在推特上面公布了巴尔被解职的这个重大消息，并且任命了司法部的副部长杰夫·罗森接替巴尔。巴尔离开时呢，也给川普总统呢写了一封呢辞职信，这个信上面呢对川普总统呢也非常的赞美。当然了，川普呢也客气的对巴尔呢送出礼貌的语言。巴尔的错在于他第一不忠于职守，他根本就没有作为。作为司法部长，全国的总检察长，在本轮大选里面出现如此严重的不公平事件，出现如此的混乱，司法部没有派独立检察官进行及时的调查，这是他自己不忠于职守、不作为的一个方面。同时，他个人捞钱，而且还捞多米尼公司的钱，这就说明巴尔他是跟整个多米尼公司是有勾结的。他在大选前，他没有及时的公布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个人的丑闻，以及跟中共和俄罗斯勾结的所有硬盘门所涉及到的腐败现象，所有涉及到的腐败证据，没有让人们对拜登他本人和他家族的腐败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而且他默认了下流媒体对川普总统的诬陷。在大选之后呢，他不但不调查，而且他还有一次宣称整个大选没有大规模的舞弊，大选很公平，今年的大选没啥事儿。这是巴尔他自己作为川普总统最信任的幕僚，他公然背叛川普，背叛他自己的职守，同时他丧失了一个正常的做人的气节，这是巴尔我看不起他的主要现象。当然了，巴尔现在辞职，他给川普呢也一定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走之前呢，他是公布了一部分亨特的丑闻，同时呢设立了通俄门诬陷特别的调查组，这是巴尔在大选之后，在川普总统严令下他不得不做的一些事。那么巴尔在走的时候呢，他给川普总统写的辞职信呢，他写的非常好听。你看这个信里面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您的任期记录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您是在面对无情、充满敌意的阻力下取得的。你在2016年的胜利演讲中，向你的对手伸出手，呼吁一起为美国人民的利益共同努力，但立即遭到了一个党派对你的猛烈攻击，这些攻击毫无章法，充满侮辱和欺骗，完全是出格的。”
这是巴尔他自己赞美川普总统的这段话。那么他赞美的这段话，只能是说明他落幕了，他不希望川普总统对他下台之后对他还有什么追究。那么不管巴尔走的光彩还是不光彩，川普总统呢都是很礼貌的送了他一程。那么接下来川普总统是不是就在那坐的1月6号美国国会对总统选举的最终结果的定夺呢？如果川普总统就这么去等，那么等来的不一定是机会，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共和党的这些建制派的大佬已经开始背叛川普，也就是参议院未必能审核所有共和党的7个州报上来的这个把票投给川普的这个选举人票，很可能他们认定的仍然是民主党所报上来的，就是原来有州长州务卿所认定的选举人的票。这样来讲的话，也就参众两院很可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就让拜登当选了。那么拜登窃取本人总统大选这个目标就成功了。如果川普总统做的完全是有这种可能，那么下面川普总统会不会采取一个重大的雷霆霹雳行动呢？我觉得完全可能。你要看川普他现在在做什么。川普如果没有把握，是不会在最后的这个时段来放这个大招的，也就是解除巴尔这个司法部长的职务。他先换掉了国防部长，让新部长米勒上台，现在又换掉了司法部长，让司法部长杰夫上台。那么川普解决了国防部，解决了司法部，加上他自己本身控制的强大的行政体系，你觉得川普他要干什么呢？往年一般来说，那些临要谢幕的总统，就是临近尾声的在任总统，多半都是什么？多半都是会做一些人情的案子，把很多需要赦免的一些人情的案子把它赦免掉，做一些冠冕堂皇的事情，赦免一些有情有义的罪犯，然后送一串顺手人情。这是以前每一个卸任的总统都会做的。但是川普到今天仍然没有做这样的事，也就是川普从来没认为他现在的任期结束了，他一定会赢得下一个任期。那如何赢得呢？所以说川普不能坐等，川普我相信他一定会有行动。而这个行动在于哪里？大家可以知道啊，在明天，也就是12月16号，国会呢首先会举行本轮大选的这个听证。那么听证上面是否通过听证以后能够更多的激起民意，能够了解更多的证据，有更多的证人证据出台以后，让广大民众完全了解川普总统占据的天时地利和人和。那么18号，国家情报总监将向美国公众做出今年大选是否有外国势力干涉，尤其是外国敌对势力进行了各种干涉操纵以后，改变了美国大选的结果。如果说有外国势力干涉，那么川普总统完全可以抓捕跟外国势力干涉的所有的那些叛国者，以及那些外国势力对美国陷害的那些直接操纵的和这方面有关联的这些人员。那么这个抓捕毫无疑问来讲，国防部会派出一些军事人员，通过军事法庭来审判这些叛国者。毫无疑问来讲，这个案子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案件，它是美国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也就是川普他最后一招就是霹雳行动，就是军事行动，就是抓捕这些叛国者，抓捕这些内外勾结，然后颠覆美国大选、颠覆美国制度的这些葬送美国民主的这些叛国者，也就是川普首先要抓这些人。因此来讲，你看川普总统的布局，他首先是换掉了国防部长嘛，现在又换掉了司法部长嘛。上个周末，他专门到西点军校去看橄榄球比赛。你看看在比赛现场，所有军人对川普总统高喊的那个口号，这种万众呼声，高喊的美国万岁 USA 的这种呼声，哪一个总统在军人中间能获得那么高的呼声啊？所以说你就看人民在哪里，人民的支持在哪里。一个总统你要获得人民的支持，首先是看人民的意愿表达在哪里。那个拜登动不动说他有8000多万支持者，但是你看他的演讲，花6个圈里面只坐了5个人，他的感恩节直播只有1000多个人在线，这就是拜登他这个8000多万人支持的。包括他昨天他宣布他胜选，当场在线的人也就是1000把人，一个8000多万的支持者拿到8000多万选票的人，就1000多个人在线吗？我不是说过吗？我建民论推讲，我开个直播也不止1000个人在线啊。而川普总统，你看他无论是去竞选的现场，还是在华府几次大的顶川普的这个集会游行，包括川普总统到西点军校，所有军人对川普这种震天般的欢呼，你就知道人民拥护谁嘛，民意在哪里。而拜登呢？拜登现在只会对川普无耻的攻击。在昨天拜登的这个所谓胜选讲话里面，他讲话里面的重点就是宣称他自己如何胜利，宣称川普寻求选举诚信的努力是对民主的空前的攻击，真是非常的荒唐。如果你是当选总统，你会把一个竞选人，你的竞选对手，他寻求法律的帮助，寻求法律的上诉，是当成民主空前的攻击吗？难道寻求法治，寻求法律来解决，就算是对民主的攻击吗？
你的意思就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到法庭上去，不可以通过法院，通过法院的公平审理，只要寻求司法解决，就是对民主的攻击。那共产党用坦克制机关枪，那算不算对民主的攻击呢？林肯当年是怎么做的呢？可以讲，林肯当年就是把媒体全部抓了，首席大法官也给林肯抓了。你们说过那是林肯对民主社会的攻击吗？你们希望川普也像林肯一样吗？我现在愁的就是川普没有像林肯那样的魄力，也就是川普完全可以像林肯那样做，把这些造谣的媒体全部抓起来，把这些叛国者全部抓起来。可以讲，几年你们对川普虚假的通文门调查，你们算不算是对民主的攻击呢？毫无根据的对川普的2次弹劾，算不算是对民主的攻击呢？用没有安全保障的大量的邮寄选票最终操纵了选举，这算不算对民主的攻击呢？可以讲，2016年川普胜选进入白宫，只有希拉里一个人和他的团队认为是失败，至少一般美国人并没有因为自己选举的对象失败而必须去承认什么失败，更不可能出来什么公开声明要认输。但是现在每天都有傻逼来跟我讲，你们挺川地方赶紧认输吧。我不跟你讨论本轮大选发生了多少荒唐事，即使是拜登真得了8000多万张票，美国人真的大多数人选择了拜登，他也只是一个民主胜利的过程，但并不代表就是正义胜利了。为什么川普的支持者要去认输呢？什么叫愿赌服输？愿赌服输是公平的赌局，如果这个赌局是个抽老千的赌局，你也要别人去认输，那么认输者要么是流氓，要么是无赖，要么是傻逼。可以讲，正义的人是不会在不公平的赌局面前随随便便认输的。因此，那些所谓有政治智慧的人，你就不要来劝我，不要劝我什么赶紧掉头，赶紧转舵。你转舵是你转舵，我可以告诉你讲，这个社会上你可以是左派，也可以是右派，但是你绝对不能是两面派。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两面派。节目呢做到一半，那么不断的有朋友给我发各种信息，其中呢我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把呢黄耀义的他的一段推文呢发给我。这个黄耀义呢，他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我呢刚到美国就认识他，第一次到美国之音，在美国之音上美国之音的节目的时候，当时就是美国之音的2个主持人，一个是丽雅，一个是黄耀义，他们2人呢在那一天呢做了现场的采访，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我对黄耀义的情况我很了解。那么黄耀义在他自己的这段推文里面专门播发了，就是麦康奈尔，就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他已经明确的向拜登表示祝贺拜登呢当选了总统。那么朋友发这段话给我的意思呢，就是让我知道现在呢连多数党领袖，连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的都已经认可拜登当选了。我知道呢很多朋友呢都非常惋惜川普总统呢在最后呢他最终被挤出局，很多人对今年的大选的结果大家完全不能接受。那么现在这个现实放在这儿，也就是连麦康奈尔现在都倒向拜登，都已经能够接受拜登当选的事实了。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可以预见，就像我节目前面的一段所讲到的，就是基本上可以预见，在1月6号国会最终投票能够确定选举人票的时候，那么共和党能不能守住，还确认这7个州一票双投的，也就是有争议的7个州，他们把他们的票投给川普的，那么参议院能不能够认可？参议院如果不能够认可，毫无疑问来讲的话，那么参众两院就认可了现在民主党提出的这个目前来讲的拜登当选的这个结论，也就是在1月6号他们会宣布拜登正式当选了，这种可能性已经完全要发生了。那么川普总统还有没有机会呢？川普总统如果坐在家里面等1月6号，那么100%没有机会了，因为等来的1月6号，除了众议院他们会认可现在拜登当选的这个结论之外，参议院很可能也会认可拜登当选的结论。你从麦康奈尔现在的态度就已经明确能看出来了嘛。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川普总统去等，肯定是什么也等不来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川普总统他本人是有预见性的，川普就不是一般人的智商。川普在几年前就预料到今年大选时候就很可能出现那些外国干预美国大选，并且操纵国内国外的势力以后，对美国大选结果进行颠覆，干预了美国大选以后，造成了一个不是美国人民选举的结果。川普总统早就有预见性，他在2018年就签署过一个关于外国干预美国大选的行政令。这个行政令就是要求在美国大选在大选日之后的45天之内，必须由美国情报总监向全球公布美国本轮大选是否受到外国敌对势力的干涉，是否受到外国敌对势力跟美国的某些势力互相勾结，这些叛国者他们是不是操纵了美国的大选，最终颠覆了美国正
正常选举的这个结果。如果是这样，那么美国就会采取军事行动，这个行动完全可能会导致参与整个勾结外国敌对势力，然后颠覆美国现在一个公平选举结果的参与者的，包括拜登和拜登的家族以及民主党很多参与造假的，或者是参与整个阴谋里面这些所有的叛国者，这些同伙最终都受到美国逮捕的结果。因为历史上有过这个先例，大家知道林肯总统当年就把那些所有造谣的媒体的那些领导人全部抓了，首席大法官当时是判林肯违宪，而林肯总统把首席大法官也抓了。既然美国历史上林肯总统可以这么去做，川普总统完全也可以这么去做。大家都很清楚嘛，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无论他是跟中国的勾结通中门，还是跟乌克兰的勾结通乌克兰门，他所有的证据都是非常明显的嘛，是摆脱不了拜登他自己在这个里面所涉及的他个人的干系的。既然拜登作为一个总统竞选人，已经跟外国势力有勾结，跟乌克兰跟中共有勾结，那么拜登在本轮竞选中，最终通过国外敌对势力的干涉以后，然后改变了大选的结果，让拜登被国外势力操纵以后，他赢得了大选。显然这个结果不是美国人民选举的结果嘛。因此到今天你可以看，为什么普京和金正恩都没有表示祝贺，网上呢是不断的传说是普京已经向拜登表示了他的祝贺。这个新闻的发源是来自于强瑞的，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他根本不是外电的报道，而且呢，这个新闻还说得很模糊，他不敢直接讲说普京道贺了拜登，他说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普京向拜登表示了祝贺。什么叫克里姆林宫来自的消息啊？这就像有人在网上传消息说，根据白宫人讲啊，根据中南海人讲啊，都是中南海的听床师吗？都是白宫的听床师吗？凭什么来自克里姆林宫你就有一个消息就证明是普京向拜登表示祝贺了？普京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要向拜登表示祝贺，可以大大方方的打电话发电报，可以公开发表新闻，可以公开接受世界各大通讯社的采访。要你来自什么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你觉得这个消息来源是正确的吗？这都是中国强锐的消息，因为中共现在就要把拜登当选把它当作事实来肯定，因为中共从内心里面就盼着拜登赶紧当选啊！拜登一旦当选，全球化就又开始了，美国给中国加的那些关税就拉倒了，中共就活过来了，中共又可以把他的红旗插遍全球了。可以讲，普京是不会公开支持拜登当选的。当然了，拜登如果真的是被当选了，普京那时候支持，那是到最后一天再说。至少今天美国国会还没有宣布，普京是不会随随便便支持民主党的。而且普京跟民主党一直是有夙愿，可以讲民主党就是他们的仇敌。你看看奥巴马时期美俄关系恶化到什么地步，你就知道在民主党执政时期，俄罗斯跟美国的关系都是非常恶化的。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保守主义国家，政治上从来就没有强调过政权，他们是抵制全球化的。所谓民主党跟俄罗斯勾兑出卖乌克兰，这完全就是民主党造出来的谣言，根本不存在。乌克兰才是跟民主党勾兑，乌克兰才是跟民主党他们沆瀣一气的，然后跟中共一起勾兑，然后出卖世界正义和平的人。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要判断的清清楚楚。可以讲，川普总统现在留下来唯一的一招，就是利用他自己在2018年曾经签署的关于外国干预美国大选的这个行政令，通过美国的军事机关采取霹雳的雷霆行动，抓捕那些叛国者，抓捕那些对本轮大选里面企图颠覆美国国家制度的那些外国的干预者，把境内外包括美国国内包括美国之外的所有颠覆本轮大选的所有的叛国者全部抓捕。这样川普总统才可以帮助人民赢回美国应该得到的美国再次伟大。所以说川普总统现在已经到了摔酒杯的地步了，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再等了。而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现在在观察美国在大选的情况下，尽管普京包括金正恩他们都没有向拜登及时表示道贺，但是台湾的祝贺倒是跑得比谁快。台湾的祝贺是价真货实的，无论是蔡英文还是萧美琴，他们都急不可耐地向拜登一次一次地表达他们对拜登的祝贺。可以讲他们激动已经1个多月了。我就怕共军的导弹打到台湾人民头上的时候，那时候拜登一边数着共产党给他家族送来的钱，一边高声谴责着习近平，跟习近平说：“你怎么能动武力呢？咱不是讲好和平谈判的吗？”
而且拜登一定会站出来，除了谴责中共之外，并且会不断地强调，美国人民始终会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守护台湾的和平，守护台湾的民主。在拜登高唱的这个政治正确的口号的时候，共军已经坐在台北喝茶了。这就是蔡英文和萧美琴他们投靠拜登，他们得到的一个出卖台湾的必然结果。好，节目的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开庭。我的开庭呢，到今天已经是第3次开庭。我是诉蚂蚁帮洛杉矶里面殴打盲流的那个叫王文耿的，他是作为第一被告，我把他告上了法庭。那么由于涉及到郭文贵全球灭贼的事，郭文贵全球灭贼呢，大家都知道，他在全球多个城市已经发起了对多位民主人士的攻击。这种攻击呢，网上呢片段非常多，我就不一一去列举。因为涉及到郭文贵他的罪行累累，所以说法庭调查呢是非常的细致。我的庭呢，今天开到第3庭呢，仍然没有审结。最重要感谢2个我的证人，他们不惧危险，因为到庭上大家都知道是需要公开自己所有真实姓名的，而你公开的个人的真实信息，原告、被告都知道，也就是我的证人他们的真实信息，被告人王文耿他也了解了。但是我的证人不惧怕别人对他们的威胁，他们仍然大胆出庭为我作证。今天所有庭审都是在调查我的第2个证人，再通过我的第2个证人去了解所有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上个礼拜那个庭是调查我的第1个证人，是通过我的第1个证人去了解这件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那么在2个证人询问的情况下，法官认为很多问题还没有询问完，所以说证人调查还没有结束。但是呢，因为涉及到法官手上有很多案子，并且他希望在圣诞节前把他手上积压的今年的案子全部处理掉，而我们这个案子最终法官是决定把它放到明年1月份再审理。因此呢，这个案件呢仍然在往后拖。那么这个没办法，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诉讼案就是非常的漫长，时间呢非常长，诉讼战呢人很疲劳，而且呢要花费大量的诉讼费用。可以讲，我自己已经讲精疲力尽，但是呢没有办法，因为这是蚂蚁打上门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不运用美国法治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你说用什么办法呢？出去跟蚂蚁们对打吗？那么你随便跟他怎么对打，你一个人是打不过几十个人的。即使是你一个人力大无比，你可以一个人独占群雄，但是你知不知道这在美国是违法的？美国不允许你们用这种方式去解决你们之间的争端，那么只能依靠美国的法庭，依靠美国的法律，对所有在美国以身试法者把他们送上法庭，法院对他们的处理，把他们送进牢房，吊销他们在美国的签证，取消他们的政治庇护，是对他们最好的打击，也是他们得到的最大的一个法律后果。所以说呢，我就坚持走这条路。因此呢，我的这个庭审案呢还没有结束，要放到下个月，也就是1月份再审。等到我这个案件审理全部结束以后，我再向大家做汇报。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